Hello，大家好，今天是11月28号，美股行情解析，我是阿哲，我们又见面啦。今天美股不开盘，因为感恩节来了，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感恩节前市场出现了下跌，难道感恩节后市场会有劫难发生？这里是高位吗？还是只是调整？我们节后依旧能够继续的获利。今天阿哲会在本期视频当中为大家去讲解一下节前这一个回调它的风险性大不大。我们会发现，像戴尔、惠普都以跳水的方式来迎接感恩节。那么特斯拉和英伟达也出现了回调，英伟达出现了当真的探底，而特斯拉是三因缩量模型。那究竟在节后我们怎么去操作？那又比如像比特币，好像机会又有了，在节后难道又是一波大涨行情？今天我们会讲一讲这些内容。我们看到今天的图版。我们照旧来看一下今天的目录。今天呢是我们的行情跟踪市场观察的第112期，纳斯达克指数市场观察。我们还是会分为3个部分来讲解。第一部分呢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趋势的分析以及空间点位的测算。第二部分是特斯拉空间、价格、量能3个维度的解析，以及英伟达空间、趋势、价格这3个维度的分析。最后我们再讲一下有关于比特币相关个股的解析，还有亚马逊以及谷歌。那么内容呢，阿哲依旧准备的比较多。那假如你是一个相对认真学习的同学，那么希望大家能够认真从头看到尾。那假如呢你现在比较忙，或者说时间有限，那么你可以根据你想要所收听的内容，点击下方的时间轴，找到你最想要第一时间去收听、最快速了解的那一份时间。那么阿哲开始今天的第一部分内容，关于纳斯达克指数当前的趋势分析。我们看到图表当中，在日线图上，阿哲曾经有取了几个点，画了几根趋势线。那么这上面有3个三角形，第一个是我们最远的一个对称三角，市场当中曾经的高点以及这一个高点，那么取了一个下行的趋势线。那么这一个低点还有这个低点，那么也有一个上行的趋势线，由下行趋势线以及上行趋势线所交集，它是一个什么形态？它是一个对称三角形。那么同样的，上方还有一个水平的压力，那么此处组成的就是一个不太规整、不太有效的上升三角形，以及近期阿哲让大家尽可能去关注的，我们所看到的2条上升趋势线所构成的收敛形态楔形。那么这个位置的3个三角形，我们目前最为关注的就是最新并且是最多价格所分布的楔形。我们看到楔形的尾端当前的方向是否已经产生了选择，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假跌破，跌破楔形的下沿趋势线，但是快速止跌而后上破，上破之后又出现了回踩，目前的回踩没有跌破楔形的上沿这一条上升的趋势线，这也就意味着当前的市场整体的方向依旧选择是向上的，在楔形之后的方向选择大概率是向上的。那么楔形的上升趋势线这一条趋势线是不是在跌破之后也快速的修复收回？目前连续性的在此处出现了长长的下影线，而且是连续，我们本周和上一周都是连续出现。所以目前对于这一条上行趋势线，它的支撑阿哲认为是有效的，并且目前没有出现一个跌破。所以当前的市场只要在这一个趋势线之上，它就是强势的，或者说它是一个看涨的格局，只要不跌破，那么风险就不大。所以在感恩节后，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位置的下跌，这个地方的长下影线能否止跌而后继续上扬。如果在节后继续下跌破位这根趋势线，就要小心感恩节后真的可能要过节，可能真的有劫难了。同样的，我们可以关注另外的一个价格层面的信息。在上期视频我们是不是讲过一个观察的对象就是阴线，而这根阴线应该是一根假阴线，假阴线能够提供很多的帮助。如果股价在上涨当中出现了一根市场高开但是低走的 K 线，但最后却是收涨的，它就是一根假阴线。这一天如果还是放量的，那么效果就更佳。好，假阴线出现之后，我们可以用它的实体上沿
和实体的下沿作为一个强弱的分界。如果股价上涨遇到假阴线，而市场后续却快速的跌破假阴线的下沿，它将是一个上涨当中的风险提醒信号。那又比如说像这一根呢，也是的，股价明显的高开上涨，但是最后是收阴线的。那这一天股价后续是不是也快速跌破了假阴线的下沿，也就是说是当天的收盘价？那价格后续是不是风险也就产生？那像这一天也是假阴线吧，价格后续虽然跌破了，但第二天又快速的涨回来，所以它不是一个风险，它是一个中继形态，股价后续还能上涨。那我们看到现在是不是这一天的假阴线，它的收盘价依旧还有支撑，股价呢它快速的突破，但是呢又出现回踩。那我们当前假阴线的收盘也是没有跌破的。那我们先不说会不会跌破趋势线，如果它连这个股价的假阴线这个强弱分界线都无法跌破，那么说明价格是强势的，后续更加容易出现短线的强势上涨。关于这一点是上期视频的一个观点，我们再次的去重申一下，也同样的告诉大家这一个假阴线的使用方法，这个知识点做一个复习。刚才阿哲所讲到的就是本视频的第一个观点，关于趋势线的分析和 K 线假阴线的分析。听到这里，如果你是老同学，那么阿哲再次提醒，每一期视频都不要忘记给阿哲的视频点个赞哦，支持阿哲后续的创作。那如果你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的视频频道当中，我们学习感觉有收获的，也千万不要忘记可以顺手帮阿哲点个订阅，未来呢阿哲的视频你可以接到通知。那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小铃铛全部点开，那么基本上阿哲的每一期公开视频你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阿哲的提醒，通知你阿哲发视频了，你可以来看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二部分，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订阅。第二部分呢是空间的测算，空间测算是阿哲每天盘前都会去做的一个事情，告诉订阅观众一个当前市场重要的支撑和压力位，今日市场的意见高点压力的地方和低点支撑的地方。关于这一条消息，大家看到左侧，这是一条订阅观众专属的信息，盘前阿哲的解析。那么昨天阿哲给到了两个空间的价位，一个是理论上股价上涨不应该超过的高点压力，以及呢在空头力度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加强的情况下，不应收盘跌破的价位。那么很明显，昨天股价的一个价格收盘已经出现了收盘跌破预测的低点支撑，而且这一个预测的低点支撑它不是收盘跌破，而是开盘就直接跌破。所以这种开盘就跌破的行情，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比较风险的情况，并且我们看到这根 K 线它有一个特点，它的今天的开盘价是 19132.99， 而它的最高价是 19133.11， 你会发现这两个价格基本上吻合，说明什么？说明它差点就是一根关头阴线。而这种开盘和高点密切相同，或者说完全相同类似的 K 线，它意味着这种压力位的产生。那么昨天出现了有效的跌破，开盘的跌破，意味空方力量绝对的强势，对于多头是盘中一直的打压，而多头只有在后续才略有反攻。如果你是之前一直有收到阿哲这一个预测点位的同学、订阅观众朋友，那么你应该知道这个信号代表什么。开盘就跌破了预测低点的行情，意味着盘中大概率会有单边下跌，以及呢后续容易有惯性下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号，就是跌破了关键的预测低点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种下跌一般在上涨当中不多出现，我们看它近期的跌破，像这个地方就是一次股价上涨当中收盘跌破了价格的一个预测低点，也就是阿哲当天盘中所发布的这个低点支撑。好，这一天跌破了，股价后续是不是出现了大幅的下跌？那又比如说像这一次股价上涨涨到这里出现震荡，而这一天收盘跌破预测低点，市场又是再次下跌。阿哲还清楚的记得，阿哲在上期视频是不是讲到这里的上涨如果出现下破，那么也要小心它可能会发生这种行情的出现。所以股价的一个空间预测点位如果被跌破，一般应该先做出离场的信号。
这是阿哲在空间预测这一部分所表达的第一个观点。目前低点被破，所以应该执行卖出的上涨策略。我们来看到这一个图表，这是阿哲所显示的、所标记的每一次在本轮上涨当中到现在每一次跌破预测低点所发生的一个事件。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不是这两个地方股价出现了跌破，这一天收盘跌破了阿哲所预测的日内低点，所以价格出现了风险。那我们再看到这里，这一天也是收盘跌破了预测的低点，上涨当中首次跌破，而后股价风险释放。那么难道是每一次上涨中的跌破都会是风险的释放吗？我们看到前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出现上涨而后回落，这个地方它的收盘价当天也是跌破了，但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低点，这里也是当天跌破阿哲预测的最低的点位，但是它也是一个低点，后续还上涨了，包括这一次一次的，你会发现真正跌破之后还继续暴跌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那我们像之前所说的10月30号以及11月的14号，它都是少有的跌破之后暴跌的。那么很多时候在多头强势的行情下出现红点，出现这种当天收盘跌破阿哲预测的低点，它反而见到的是一个低点行情，不是一个风险。所以阿哲在今天我们再去明确一下空间战法的一个策略执行。如果你是订阅观众，每天盘前能收到阿哲的2个关键点位，那你应该去怎么执行股价跌破之后的一些操作手段和思路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一旦出现，你必须要知道卖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哪怕说阿哲那么多次跌破就2次暴跌，那请问如果你每次出现跌破你就卖出，那么这2次暴跌至少你是不是躲过去了？能够保住利润是一切的关键，活着是交易最根本的一个基础。我们再看到前方这些下跌周是低点的怎么处理呢？首先当天我们先做离场，而后你要关注的一点是它出现之后的低点有没有被后续所跌破。如果出现低点之后，这一个跌破的红点，它的低点是没有继续被收盘跌破的，那么说明它的风险其实没有那么大，是吧？这些红点，这些股价当天跌破预测低点的行情，他们后续的低点是不是都没有被跌破？那除了这一天它后续是被跌破的，但新出来的这一个低点也是没有被跌破的，是不是都是没有被后续行情所跌破？除了这个位置暴跌的这一天，以及呢这一根后续暴跌的 K 线才出现了跌破。那我们只要知道这一天出现了跌破，那么就卖出，卖出之后低点看一下会不会继续被跌破，如果继续被跌破，说明这个风险是不小的，它有可能会延续下跌。那如果连这个低点都不跌破，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买入的信号即可。什么买入信号？你可以找再次突破预测高点的，你也可以直接去这么看，出现了一个跌破的行情，但是第二天呢却出现了阳包阴，直接把昨天的这一根 K 线吃掉，那么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看涨的行情。那么像你看出现了一个 K 线，当第二天收盘却把它的实体吃掉，我们认为这里呢后续是看涨的。当然呢如果是阳包阴会更好，这里呢是一根假阴线吃掉了前面的一根假阳线，这在收盘来看也可以，只是不是很精准。那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些点位有时候出现了跌破之后，股价出现了止跌运线的突破也是可以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出现了一个跌破行情之后它后续的表现，如果有止跌而后出现突破，那么这是一些比较好的进场点位。如果能够直接出现反包阳，那么就更好。所以当前阿哲想告诉大家的是，虽然最新的这根 K 线收盘是跌破了我们所认为的一个预测的低点，所以空方是比较强，但是因为处于上涨行情当中，所以我们卖出手中的筹码，但是依旧要去关注它的低点会不会被后续跌破。如果跌破，说明卖出为正确。那如果出现后续是有一些其他买点，亦或者最为直接的反包的阳线，那我们认为这里又是一次洗盘，后续股价是看涨的。而这个地方提问一下，大家看到这里这2根 K 线，一根阳线一根阴线，
之前阿哲讲过一系列的阴线的账法，请问这2根阴线是什么阴线？你可以在评论区当中写下来，告诉阿哲你的答案，看你是否之前学过，以及现在会不会忘记。那么以上呢，就是纳斯达克指数的2个跟踪的角度，一个是趋势 K 线，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空间预测，希望大家能对于纳斯达克指数后续的走势分析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听到这里，如果你目前还未订阅阿哲，或者说你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你好奇这一个盘前的信息怎么获得，这个点位阿哲平时怎么告诉你？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是订阅观众，那么就可以在下方评论区阿哲置顶链接当中找到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因为订阅观众，一般阿哲会送出3份福利啊。第一个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阿哲会为订阅观众建立一个粉丝群组啊。目前的粉丝群组已经有足够的人数了，所以目前如果你再想进入，这里阿哲呢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或者说限制。我们再往后，因为粉丝群组人数越来越多，阿哲不得已去做一些限制，不然的话群内会很难去管理。当下我们的群组加入的要求有2个，第一个，你得是阿哲的订阅粉丝观众，这个是最简单的，你只要点击下方阿哲视频的订阅即可。第二个就是你必须得要是爱学习的同学。那么我怎么知道你是热爱学习，并且对于知识是足够的尊重和喜欢的？那么阿哲日常的直播当中，不管是公开直播还是内部直播，都会安排作业，每期课程的作业，如果你做了至少1次，甚至是2次以上，那么你可以跟助教老师说一下，我要申请加入粉丝群组，那么助教老师大概率会通过你的申请。在进入到粉丝群组后，你就可以体验到阿哲所提供的内部直播，以及呢盘前的点位行情信息、点位的预测。那么关于内部直播是每周都会开展，每周呢香港时间早上10点都会有内部直播。所以如果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也记得点击下方视频的评论区，找到阿哲的置顶评论，找到助教的联系方式，那么可以跟助教申请领取这3份福利。那么感谢老同学的点赞和新同学的订阅。我们继续今天的内容，刚才讲的是趋势分析和空间测算纳斯达克指数，现在我们要讲一下特斯拉和英伟达的这几个纬度的分析。先看到特斯拉，我们依旧讲一下特斯拉的几个关键的支撑位。在前期视频当中，我们是不是有讲过特斯拉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是一个区间 338.27 和 334.96。 那么在这个区间中出现了一个反复的震荡，特斯拉近期是不是一直在这里出现了震荡？361.73 触碰到了，而后又回到下方的支撑区间，而近期的连续下跌是不是出现了一根破位的阴线？那么这里是一个风险还是机会呢？当时阿哲讲过，如果这个位置 361.73 不能突破，则会像前期这里一样出现一个回落，而 338.27 这个区间不能支撑，那么股价的下跌有效，那么将会回归到 308.19。那假设这一根阴线的下跌是有效破位，那么股价则会再次去试探 308.19 的支撑。反之，如果跌破无效，则股价将会重新再次的往 361.73 再次的试探，再次的冲击。所以你目前要判定的就是这一根 K 线它的跌破是否有效。我们曾经说过，你怎么去判断一个价位被跌破有效？其实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它的跌破是不是阴线？好的，它是阴线，是不是跟前面是一样的？是阴线。好，那么第二个，对于一个价位的跌破有没有达到当天 K 线幅度的一半？那么像前面这一根，是不是基本上有一半的价位都跌破了 338.27？ 它的实体有一半跌破了 338.27， 而现在这一根呢，它的实体是不是也接近有一半跌破 338.27？那么从价格上看，好像也满足。好，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实体够不够分量。那我们会发现的是，前方这根 K 线的实体是不是相对来说是一个还蛮 OK 的？它的实体还足够的有重量，是不是除了这根阴线和这根阴线，其他的都没有比它大，包括前面的这一些阴线。好，那么现在你看到这一根阴线是不是实体相对来说不是很够？
而它跌破 334.96 的时候，它的一个空间幅度，它的蜡烛烛身也是不太够的。虽然说 338.27 被一半跌破但是呢 334.96 还不足以。那么目前 334.96 还不能构成有效的跌破的判定，和前方这一根 K 线有所不同。我们这一根呢还需要再看看，再等等。而如果你是听了阿哲上期视频的观点，那其实这根 K 线是真是假都没有太多关系，因为你在这一根负阴线的时候，应该就执行了卖出的策略。而后我们说过要等待行情，在 K 线价格的角度，我们是怎么去分析的？我们是不是说负阴线之后等一根 K 线，这根 K 线最好是小 K 线，而且在这一个区间内？那么果然这一天是这么一根 K 线出现了，但是我们的买点是把这一根阴线的高点突破买进，而后续它还没有出现这一根阳线，所以未来如果这个支撑有效，而不去有出现跌破，反而是反攻继续收阳线，突破前面这根小阴线的高点，它则是一个价格层面上负阴线的买点。这是价格层面上的分析和空间的分析。我们来看到下方从这一根阴线的下跌放量之后，后续的量能是持续的缩量，那是不是和这一天有些类似？价格的回调它是缩量的。我们说股价的回调如果整体是缩量的，说明它很有可能是一个上涨洗盘的过程。那么连续3天连续温和有序的梯量的缩量，它更是一个明显的手段。那么这种回调叫做三阴缩量回调。三阴缩量回调它的模型经常在强势上涨回调中出现。这里为了让大家去明白三阴缩量的模型，阿哲稍微举一个例子。之前我们讲过三阴缩量用的一个标准案例呢是 MSTR， 阿哲把成交量写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下方的窗口就是股票的成交量。那么股价在强势上涨当中，你要关注一个现象，就是市场当中出现连续的调整，而成交量出现连续的缩量，一般是至少3天或3天以上。那么当时我们讲到的就是股价 MSDR 的上涨回调，连续3天下跌，连续3天缩量，最好是有关键的支撑没有被跌破这一根阳线是高量 K 线没有被跌破，而后价格出现止跌阳，大家注意了，一定要是止跌阳，不能说在缩量下跌时突然又出现放量的阴线下跌，这是不好的。一定要是缩量的下跌的时候，通过阳线来终止这一个调整。那出现了阳线终止之后呢，一般不作为直接的买点，我们的右侧买点是有 K 线把这一根 K 线的高点突破，止跌阳线被收盘突破，那么我们认为这是再次启动的信号。那么这种模型其实经常在强势行情之前所出现，或者说在拉升前所出现，比如说 MSTR 在之前24年2月份的时候，也是股价强势上涨而后回调。那有时候呢，它就不是三阴缩量它这里呢是4根阴线的缩量。那价格前期是连阳上涨而后4阴缩量，是不是也是个很标准的上涨回调形态？而这一天是止跌阳线，止跌阳线一般不建议直接买，它的右侧买点是股价的突破买点，所以这一天才是真正的我们三阴缩量启动买点。我们看到图表当中，目前的特斯拉前期出现了一次三阴缩量的回调，而这一天是一根止跌阳线。止跌阳线出现之后，高点突破作为买点。当然呢，这一天我们当时也提醒可以买进，为什么可以？因为是精准回踩支撑。而现在出现了再一次的三阴缩量，股价回调，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这里其实会包含2个买点。我们排除掉最坏的情况，就是股价这一天下跌是有效破位了前方支撑。那如果有效破位就会往下走，那么就肯定还不能去买进。那假设不是走这种最坏的情况，而是出现了一根阳线重新站回到这个区间之上，说明这一个下跌破位是一个假破位，无效的。那么在空间上，这可以作为止跌买点，而作为三阴缩量的买点，我们应该等待止跌阳。如果在这一天是一根止跌阳，那么三阴缩量的买点应该是后续等它再突破再买进。所以止跌阳在这里站上去，我们认为是一个买点，而按三阴缩量来说，就是突破
是再一次的另外的加仓点位。这是特斯拉目前所讲到的空间、价格、量能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英伟达的话，我们通过空间、趋势、价格来看一下。在空间上，目前就是跌破了 141.1 之后，股价的惯性下跌。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这个下跌呢大概率是有效的跌破，因为它是一根大阴线，而后它的实体有大半都跌破了，所以股价在这里惯性下跌则是正常现象。那么阿哲也说到，这个地方不应该去随便的看多和看空，因为看多的话，你这个地方是一个惯性下跌，不太好买到低点。如果是看空的话呢，它底下的空间还有，所以呢，我们要相对的去以此作为观察，但是不能去操作。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前期所画的3条不同斜率的趋势线，而这3条趋势线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里被跌破一次，确认跌破有效，而后再次有效的跌破下方的趋势线。那么阿哲在上期我们说过，这个地方的下跌你要去买进，那么你要么等待重新回归 141.1 去做买进，要么呢去等待惯性下跌，把这一个空间给跌掉。那么是不是目前的下跌已经跌到了这一个上行趋势线最后一根斜率的趋势线上，并且还出现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我们说下影线是多方反转的信号，下影线是多方反击空方的一个力度。那你会发现的是，之前这个位置的下跌是不是碰到趋势线也是下影线，然后股价反弹。那么上影线呢碰到压力位，所以股价呢见顶而后下跌。那现在股价下跌又碰到了这个趋势线，我们说这个地方大概率也将容易引发反弹，只需要一根阳线再次确认即可。所以比较安全的买点应该等待一根阳线在这一个长下影线之后出现，则为安全的反弹买点。141.1将会是股价空间上上方的第一个压力位。如果这个价位之前确实有效跌破，那么这里的压力可能就不是特别好过，而如果过去，则将再次的去迎接前期的高点，去突破前方的目标位。这是当下呢对于空间趋势价格上的分析。那么在价格上，阿哲认为这个位置的机会应该是大于风险的。我们可以去简单看一下英伟达的图表。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熟悉阿哲操作风格的同学，你应该知道阿哲是不排斥在股价中出现阴线的。因为价格的上涨，如果你专门去关注阳线，你会发现往往在大阳之后风险就会产生。因为市场有一句话是绝对100%正确的，上涨当中是风险的积累，下跌当中是机会的产生。所以大阳之后风险出现，连阳之后风险出现，而股价出现连续阴线，出现大跌之后反而是机会的产生。那么这个位置出现了连续5根阴线，5阴、3阴、4阴都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一只股票如果你真的看好它的趋势也足够的强势，我们会发现它的连阴的调整都是机会的诞生点。包括前面这里连续的4根阴线止跌之后，股价是不是上涨的？连续3根阴线止跌后，股价是不是上涨的？那么现在价格出现连续的5根阴线，它是否也会有机会呢？包括前面这里是不是也是连续的3根阴线？所以价格是上涨波段，那么连续的阴线等待后的止跌，股价一般机会大于风险，只是买点上你要稍作考虑，怎么去更好的买到启动点。那么这里你说阿哲，我直接在这一天的假阳线买进可以吗？那你就有点过于激进。阿哲比较建议呢，是在左侧的风险释放后去找右侧的启动点。股价如果能在这里再收一根阳线，而且阳线如果能是收盘比昨天高点高，那么就更好了。类似于前面这里收盘比昨天高点高，你说阿哲，那这一天买进会不会晚啊？这就看个人的风格，你是想要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呢，还是更高的确定性？那么阿哲觉得确定性有时候可能更重要，那后续不也还是有利润吗？包括这个地方是不是股价收盘比昨天高了，这里不也是一个相对确定性比较好的买点吗？我们再看到后续这些地方股价下跌，你说如果在这里买，是不是依旧还有下跌的时候啊？
那如果这一天买呢，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那这里是不是买的比较安全一点？当然呢，有时候你可能会看到这里啊，收盘呢比昨天最高点高，这里呢还跌了一下啊，那么这里收盘比昨天最高点高，是不是这里开始就有延续上涨啊？股价下跌了，那这一天买进吗？这一天可以有买入的方法，但阿哲比较建议，如果是右侧投资者，找一根阳线，收盘比昨天高点高，那么你的确定性呢会更高一些。这也是在下跌当中，特别是连阴过程当中比较好的，也是比较阿哲常规去使用的一个买点，就是我们的收盘价高于昨天的最高价，而且最好是一根阳线。以上呢是特斯拉和英伟达的空间以及其他纬度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用最后的时间讲一下一些个股。目前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相关的概念股，比如 MARA 是我们最近关注的比较多的。阿哲曾经说过，是不是在低位的时候就说过了，这只个股有很大的机会由弱转强。那你会发现最近像 MSTR 以及呢像 Coin 他们的走势不能说有所强势，只能说震荡以及调整。而 MARA 你会发现它基本上是单边的上涨。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相关个股这3只有没有一个再次的机会产生呢？我们看到图表当中的 BBD 呢是一个资金的动向，阿哲喜欢用它来看一下短线的个股的方向。那么在前面这个地方我们有讲过它的一些使用方法，这里阿哲呢为新同学再次的去温习一下，或者说再次的去教学一下。 BBD 的使用方法有大体以下几种。第一种，如果股价出现了连续的上涨行情连续的绿色柱，也就是资金的流进产生，那么往往第一根我们所说的红色流出资金是比较关键的一根 K 线，它的低点被跌破，说明这一波回调风险比较大，你应该及时的去观望，而不要再盲目的做多去回调买进。而价格如果是连续的下跌当中是资金流出的，那么首根流进资金 K 线如果是目前的下跌是止跌的，那么它应该高点能够被突破，市场往往会有机会产生。那么相对的，另外的使用方法就是股价如果出现了上穿我们的绿色轴，它的一个零轴，我们这一根强弱轴，那么它就意味着它有一个变盘的可能。我们把这些轴穿过去的 K 线都把它标记一下。现在呢，阿哲就把 MARA 从开始低点到目前高位所出现的上穿下穿这一个零轴的线都画出来了。一般来说，上涨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下穿的 K 线啊。不过呢，因为目前在教学，所以阿哲把上穿也画出来了。看到这里，股价如果在下跌当中出现了资金流出而后下穿，那么这一天就有可能是一个低点变盘，它的低点只要不被跌破，那么这一波下跌到此就容易结束。那股价如果上涨出现了上穿，那么这根 K 线就容易是上涨当中的高点变盘，它的高点将容易是一个压力，是不是从这里开始股价回落？那回落过程当中，是不是下跌下穿的 K 线是一个容易产生变盘低点的 K 线？股价后续是十日新，没有有效跌破，而后止跌上扬。那这一天出现了一个上涨，那么到这里它应该就是压力产生，但股价后续依旧突破，那么就依旧还能看涨。那市场呢，这里出现了一个下跌流出，这一天下穿，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变盘低点，后续也确实是变盘低点，但因为力度不够，所以股价出现了突破之后又再次回落，同时它也是一根上穿的 K 线，所以它也是一个压力位。那价格下跌，如果下穿 K 线被跌破，则风险会释放，以及呢它的低点将不在这里产生，它依旧呢是一个容易继续下跌打开空间的一个下跌。那像这个位置出现了上涨上穿的 K 线，它则将是一个压力，股价突破则说明市场依旧有机会，因为突破呢过尾于的大幅以及当日呢上涨过多，所以有时候也会透支空间。那像股价下跌跌到这里，我们说它容易有低点变盘，而这里确实也见了低点，那这一天的低点没有再被跌破，所以就不会像前期那样子还有下跌空间。股价如果能把它突破，越快突破越好，是不是它的机会就来了？它只是一个下跌的回调点位。
那么像这一根上穿的 K 线，它有没有被跌破？没有跌破，它同样也被突破了。所以股价 MARE 目前是突破回踩又站回来，所以这里它属于一个上涨高点变盘之后的有效的突破。那么目前为什么说 MARA 阿哲觉得有机会呢？这是一个方面，有效的突破。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一天它是不是首根连续流进之后，首根变为红色的？好，那么这一天它的低点它就不要被跌破，而它的高点如果能被突破，将再一次又是一个中继后的买点。所以目前这根阳线可以作为买入的信号，后续突破这一根长上影 K 线的高点也是一个加仓点。而这一根 K 线因为它是连绿后的首红，所以它的低点作为防守位，股价不跌破它，后续我们认为这里是一个回调低点，还能够继续看涨。这是 MARA 的分析。看到 MSTR 呢，近期出现了一个回调。那么这个回调呢，和之前的特斯拉是相似的，因为它是一个覆盖线，股价的高点比昨天阳线的高点高，它的收盘价比昨天的阳线的低点低，所以它是一个负线。我们说负线的产生是风险，你应该去卖出，是吧？包括前面这里负线产生了，那么你应该去卖出。包括我们说的特斯拉在之前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负线啊？就是阴线高点比昨天高了啊，阴线的收盘比昨天的实体一半都要低，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负线。那又比如说这里是不是也是负线？那是不是股价的下跌容易在这些地方产生呀？所以我们之前说过 MSTR 它出现负线之后要小心市场的一个调整，那它也如期出现了调整。但为什么前面的负线能够上涨，这个负线呢会调整？我们之前也提到一点，就是负线产生之后，看它的第二天最好是止跌 K 线，而止跌 K 线能够被突破，则说明这个负线只是回调，它没有太多风险，依旧可以看涨。那么像这一次的负线为什么就不能继续看涨呢？因为负线之后这一天虽然是止跌阳线，但是它的高点并没有被突破，而它的高点没有被突破的话，股价是不是这一天又出现了什么？出现了一根光头的阴线，它的开盘价和最高价是相等的，都是 440.75。 阿哲当时也说了，这是一个空方信号，一个负线加上一个光头阴线都是空方信号，所以 MSTR 呢下跌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我们再看到下方这个资金这一天代表什么？价格连续资金流出，而后下穿了我们 BBD 的一个中轴，那这一天意味着它是一个变盘点。如果股价上涨回调，这个地方它真的是回调的话，这里就应该是个低点。所以这个地方目前出现了一个下分型、底分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低点在不被跌破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收阳突破？如果能突破，就是一个不错的再次看涨的点位，因为下穿意味着低点变盘。我们现在看一下能不能确认低点变盘是有效的。像前面这里也是下穿吧，连续阴线下穿，这一天下穿，好，低点能不能被不跌破的情况下去突破？它出现了10日新的跌破啊，10日新跌破不能算有效跌破，稍微破一下立马起来了，而后突破了这一天的阳线，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我们说这里是低点变盘，这里呢是开始确认低点变盘，那么价格这一天还是上穿的，高点后面也被突破了，所以它这里股价看涨。那么现在又来了，这是一个低点变盘，低点变盘高点能不能被突破？如果被突破，股价继续看涨。我们再看到 Coin 的话，它是否有机会呢？我们依旧用 BBD 来看，它其实上方是不是有负线啊？它也是连续的负线出现啊，这里一个负线啊，这里也是一个负线啊，负线产生，第二天止跌突破有机会啊，负线产生，第二天没止跌还大跌了，所以这一天呢风险，股价调整到现在已经走得比较弱了。看一下下方的 BBD 下穿啊，股价如果是上涨的，趋势上涨的，你说要找变盘低点，就找资金流出下穿零轴强弱的。所以最近下穿的有哪一些啊？这一天出现了下穿啊，前面这一天呢也是出现下穿。
那前面这一天的 K 线，它的高低点画个方框，有被跌破吗？没跌破，突破了，所以这是一个低点的产生和低点的确认。那目前这里又来了，它有没有被跌破呢？没有被跌破。有出现有效突破吗？还没有出现有效突破。所以这里呢是一个低点的变盘，属于低点的出现，但是目前低点能产生多久呢？还不能肯定它会出现延续的上涨，因为还没有效的突破。所以目前最为强势的还是 MARA， 因为它有明确的上涨信号，而后是我们的 MSTR 以及 Coin 是并列的。Coin 呢还相对有一点点好，是因为下方它转绿了，转绿之后连续的流出转绿之后，是不是也是关键 K 线？这里是低点变盘，这一天也是关键 K 线。如果股价后续能接着去突破，那么就更好了，并且它今天这一天的阳线收盘是比昨天阴线的最高价高的，它属于一种止跌之后的信号，包括前面这一天也是它已经连续出现了这一天收盘都比昨天阳线最高要高，收盘比昨天阴线最高要高，所以这个地方多头慢慢的在变强。你如果更加明确一点，最好等待有效的突破这根 K 线的高点，因为这将会确认低点的有效，低点的启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亚马逊，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买点信号。买点的确认呢，我们通过的是缩倍量的 K 线，这一天缩倍量的 K 线来确定亚马逊的买点。阿哲还举了一个例子，是不是这一天是缩倍量的阴线的突破，股价的看涨。那股价这一天呢也是缩倍量的阴线没有突破，所以这里呢不能买进。而这里又是缩倍量的阴线，阿哲是不是跟大家说过，它其实就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一天它放量突破了，股价出现了短线的加速上涨。那么理论上来讲，这个位置的确认应该会出现延续的短线的爆发，而目前大概率仅仅是刚刚开始。那这一天出现了一个缩量的调整，那这个调整是因为遇到了上方的缺口以及前面的这一根近期放量的阴线所以这个压力位会比较大。按照缺口理论，按照缺口的使用方法，我们说压力位此处出现了上涨后的再次下破，这里应该是一个获利兑现，或者说短线你可以去做一次卖出的动作，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跌破缺口了。我们在它重新回归缺口之上时，在这里可以做一次这个获利的了结，等到股价再次选择向上突破再看涨，其实也是可以的。当然如果你说阿哲我这里短线不卖，我想做一个波段底部，我能不能够去拿久一点也行。你可以按照前方的这一个分形结构，把它一个高点画线，那么这里只要不跌破，那波段上呢就是安全的。这一根 K 线是什么 K 线？它也是关头的阴线。亚马逊11月21号最高价是 203.49， 开盘价是 203.49， 它也是一个关头阴线。关头阴线后股价止跌，反而3天内突破，所以这里阿哲认为也是看涨的。关头阴的高点作为支撑，股价不管回不回调，不跌破，我们波段看涨也是没有问题。这是短线上有一点风险，波段上呢还好，目前没有危及到波段的底部的结构。最后我们看到谷歌的话呢，也基本上符合我们的预期，出现了一个反弹，因为它也是一个止跌的10日星，止跌信号出现突破，产生反弹，但反弹力度也如我们所料不是很强。我们把上期视频所画的结构来给大家去再复述一下。上期视频是不是画了一个箱体？这个箱体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密集的震荡区间，而当前的谷歌是上涨回调之后还是再次的跌破了，只是这个跌破不是一个很有效的跌破，因为它跌破之后是一根长长的下影线，而后股价是小小的阳线上行，目前重新的站到了这个箱体上沿。那我们上期视频也说过了，这个箱体能不能够站上去呢？站上去之后会不会跌漏呢？都是你要去关注的。如果你手中有谷歌，那你也要特别注意。那如果这里的突破不是有效的，又再次跌落，就比较危险，它最好的结局也只是震荡。所以目前我们要小心，因为它有一个实体在变小的过程，这是一个三阳小顶。
三小顶在压力位突破之后出现，这里就要特别的注意了。如果股价后面收阴把它给跌破，这里将会继续回归箱体，甚至会再创新低。那假设这里能够继续出现放大的阳线，那么还能够相对放心一些。所以当下的谷歌呢，关注前方箱体会不会重新跌落，不跌落的话呢，还能再搏一下反弹和趋势的走势。那么如果跌落，就要特别小心，多头尽可能不要去再盲目的看多了。以上就是今天阿哲在感恩节为大家分享的美股策略的更新。关于特斯拉、英伟达是否有机会以及节后怎么操作，阿哲觉得讲的应该是比较明确的，在几个维度上都有所兼顾，希望对大家的短线操作有所帮助。而比特币相关的个股也都出现了调整后的止跌以及再次有启动的迹象。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此结束，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